好一颗珍珠。这颗珍珠大有来历，可不同于一般的合浦明珠。展护卫可有兴趣知道？展某对于这些珍贵玩物所知浅薄，愿闻其详。这颗珍珠名为赵胜珠，据说是战国时代魏国惠王最心爱的宝珠，其珠光可以照亮前后24省车，因此才得名为赵胜。如在正午阳光照射之下，其光辉甚至可以让人无法睁眼。想不到小侯爷富有珠玑，不但收藏宝物，还知其典故。如此说来，这真是稀世之珍，无价之宝啊！唉，微薄心意，展护卫先不要误会，以为赵某要行贿，请展护卫收下吧。小侯爷如此心意，展某怎敢辜负？展某只有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。展护卫果然精于人情世故，拿下去，妥为包裹，以便展护卫沿途携带。是。展护卫是玩剑的名家，可识得此剑？名家不敢当，虽然不认识，但大致可以猜出，必是一把古剑。不错，的确是把古剑，而且其年代已经相当久远，但仍锋利如故。展护卫，请拔剑一试。好剑，确是把好剑。吹毛断发，斩金削玉，此剑必定大有来历。展护卫果然是大行家，此剑距今已有1000年历史。恕展某眼拙，不知此剑何名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鱼肠剑。这就是欧冶子所著的5大名剑之一，专诸刺王僚所用的鱼肠剑。正是。没想到小侯爷有如此珍藏，真是难得。展护卫若不嫌弃，就奉送给展护卫如何？宝剑可以贴身收藏，正好可以防身。君子不夺人所爱，小侯爷如此厚赐，展某实在受宠若惊。如此无价之宝剑，还是请小侯爷自己珍藏吧。不，所谓宝剑赠英雄，展护卫在我心目中就是当今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如若展护卫收下此宝剑，就算把我当成朋友了。宝剑无价，朋友更加无价。展护卫认为我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呀？好吧，展某就暂代小侯爷妥为珍藏这把千古难得的宝剑。能有展护卫这样的朋友，真是我3生有幸。贾总管，小的在。眼下已近晌午，展护卫想必早就饿了。为了庆祝我新交的朋友，你立刻叫厨房重新准备一桌好酒好菜，我要好好敬敬展护卫几杯。是。不论几杯，展某都奉陪小侯爷。不过，展某只能以茶代酒。无妨，无妨。大人，目前小侯爷与邢三暂住在安国侯府在京的别馆中，我已请张龙、赵虎暗中监视，以防他改变心意，畏罪潜逃。身为赵氏子孙，皇室一脉，贵为世袭侯爵金之玉印，却如此自甘堕落，
真是可叹亦复可悲呀！还有一事，属下要禀告大人。你说。这是何物？当时属下坚持要小侯爷来开封府，听由包大人审断，但小侯爷多方推脱，甚至不惜行贿属下，这就是罪证，请大人过目。这是春秋时代铸剑名家欧冶子所著的《鱼肠剑》。果然好剑。大人，还有，大人，请看。这是什么珠子？如此耀眼刺目。据小侯爷告知，这是战国魏惠王的心爱之宝，也是稀世之珍，名叫赵圣珠。赵圣珠，赵圣珠。若是本府记得不错，八王爷曾向本府提过此珠，说是珍藏在皇宫的藏宝阁之内。小侯爷又怎会转赠于你呢？大人是说，这赵圣珠原本是在藏宝阁里面的珍藏？不错，八王爷曾在酒宴之中，酒酣耳热之际，确实向本府提过。如此说来，白玉堂提醒属下的似乎不假。他提醒什么？回大人，白玉堂提到，为何我们没有想过坚守自盗这4个字？大人，白玉堂私闯皇宫大内，藏宝阁内盗宝一案原本十分复杂，现在倒有线索可循了。此案的确错综复杂，纠葛不清，势必会大费周章，细细审理。不过，本案的关键人物白玉堂与那方素心，果真会前来开封府投案吗？回大人，方素心想要昭雪方家一家3口的冤案，势必会来。至于白玉堂，他已亲口承诺属下，必定会践诺而来的。韭菜来啦！您慢用啊！哎呦，我一看就知道这3位客官是来自外地的贵宾。咱们这悦来客栈可是出了名的房间宽敞，价钱又合理公道，里边请吧。可有单独清静的跨院？嘿，有，来里边请，请客官。哎，请。哎，这边请。请。我看这个跨院环境不错，环境清幽，我们就住在这儿吧。正好3间房，这位姑娘可以住中间，2位大爷就住两边，正好呢还可以保护这位姑娘。小二哥说的没错，就这么办吧。那3位先进去。我这就去打洗脸水，马上就伺候着。您请。好。
大人，已经快3更了，连日来宵衣干食，只怕累坏了身子。依展护卫所言，此案看似单纯，实则内情纠葛不清。皇宫内院的珍宝怎会出现在侯爷府？那小侯爷天家富贵，又怎会干出那伤天害理之事？此事若假，展护卫又何须帮着白玉堂说谎？此事若真，只怕极为棘手啊！大人，学生倒有一个想法。哦，公孙先生，请说。那小侯爷与方素心之间的恩恩怨怨，只要升堂审问，以大人问案之能，抽丝剥茧，理出脉络，绝非难事。难就难在这颗稀世之珍宝赵圣珠，究竟是大内珍宝，还是老王爷的私藏呢？公孙先生的意思是？学生大胆请问，此前大人可曾见过这颗赵圣珠？在此之前，本府的确未曾见过，只是听八王爷说起过。大人何不带着这颗赵圣珠前往拜访八王爷？一可以求教于八王爷，二可以将小侯爷的事先行陈述，让八王爷有个底，这样可以省去日后许多的麻烦。公孙先生说的是，幸亏公孙先生点醒本府，这的确才是正办呐。包大人，八王爷，坐啊！王爷请。包大人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否则本王还要开封府去亲自拜访你呢。包拯万万不敢。八王爷有事？在你们来之前，那安国侯的小侯爷他刚告辞离开。他呀，给本王叙述了一段十分曲折离奇的案情，说是有个女子竟然假骗婚之名，想行刺于他。原来如此。如此说来，八王爷对此案已经略知梗概了。正是。然而，请恕包拯之言，小侯爷所言只是一面之词，展护卫却另有说法。哦，本王倒想听听展护卫的说法。若依展护卫的说法，则对小侯爷十分不利。那名方姓女子曾受到小侯爷欺凌压迫，也是此案的苦主之一呀。包大人，展昭行事，相不妄言呐。王爷说得不错，展护卫一向谨言慎行，若不是握有实证，绝不敢以臆测之词回禀包拯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小侯爷一大早来找本王，那是想先发制人。那包大人，你对此案想如何处置啊？目前尚无法定论。不过古人云，你不必再古人云了。你的那句名言，本王记得很清楚：王子犯法，乃与庶民同罪。哈哈哈哈哈！八王爷果然习我之我，确是如此。不过，包大人，这安国小侯爷可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呀。
想当年那陈世美，她只是个驸马，她不姓赵啊。那安乐侯庞玉也只是姓庞，不姓赵。包大人，你明白本王的意思了吗？八王爷善意提醒，包拯感激不尽。那安国侯小侯爷赵世俊，按照皇室的御蝶排行，他应该是本王的堂侄，也就是当今皇上的堂弟。包大人，此案将会十分的棘手啊！八王爷说的不错，小侯爷乃是皇室至亲，此案的确棘手。不过，包拯今日前来，却并非为了案情，而是另有一事，想要当面请教八王爷。哦，另有要事，包大人请讲。先请八王爷看一样物事。来，八王爷请看。包大人，这可是皇家才能用的颜色呀。正是。八王爷请看。光看这黝黑透亮的玉帛，就已是价值不菲呀。我怎么觉得这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八王爷曾向包拯提过，在大内珍藏之中，有一稀世之珍赵圣珠，不知八王爷可还记得？赵圣珠，本王记得。请八王爷过目。光芒耀眼刺目，就是它。哎，太刺目了，盖起来吧。哎，包大人，这珠子怎么会落在你手里啊？此珠乃是小侯爷赠与展护卫的。包拯唯恐有误，故而特来请教八王爷。赵圣珠正由皇室的藏宝阁珍藏，怎么会落在安国小侯爷的手里，转赠给展昭呢？难道说藏宝阁中另有一颗赵正珠？正是。此事十分的玄妙啊！包拯，你马上随同本王一同去一次藏宝阁，亲自查看。包拯遵命。八王爷请。给八王爷请安。八王爷请。包大人请。禀八王爷，这只黑色的玉钵内就是珍藏的赵圣珠。打开。是。孙永福，奴婢在。你乃是皇宫大内藏宝阁的总管太监，你能确信这一颗就是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赵圣珠？回八王爷，奴婢只是负责清点查看，从不敢打开过，否则就属于伪指之罪。所以奴婢从未见识过，不敢确定。好，那本王就让你今天见识一次。包大人，孙永福，你再看看眼前这两个有何不同啊？回八王爷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满口胡言！你看这个，黝黑透亮，细润光泽，
另一个晦暗粗涩，黯然无光。你怎么能说是一模一样呢？啊？回八王爷，奴婢是说这颜色、大小、样式是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本王今天再让你见识更不一样的。孙有福，你再看看这2颗赵圣珠，何者为真，何者为假呀？回八王爷，奴婢浅见，不过依着珠子的颜色和光芒度上来看，还是包大人拿来的是真的。哼，那为何真的赵圣珠流落在外，而留在皇宫大内的却是赝品呢？莫非有人假榆木而混珠？回八王爷，奴婢不知。混账！你身为藏宝阁总管太监，岂能不知？你今天若是不给老夫一个满意的答复，那就是渎职之嫌。本王还不得不怀疑你监守自盗，以假换真，那可是杀头之罪呀！八王爷明鉴，奴婢只是一个太监，见识浅薄。再说藏宝阁的宝藏超过1000件，奴婢实在不能一一检查查看呢，还望八王爷明鉴。禀八王爷，那孙永福之言倒也是实情。好吧，那既然有包大人为你求情，本王今天也暂时不怪罪于你。不过，我限你在10日之内，要将藏宝阁所有的珍藏一一查点，开列清单，由本王亲自查看之后，转奏皇上。你若是无辜，那自然没罪；你若是有监守自盗之嫌，莫怪本王无情，将你交于开封府纠办。起来吧。谢八王爷，奴婢遵命照办。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府尹包拯，不知小侯爷驾临，有失迎驾，还请小侯爷恕罪。包大人言重了，是晚辈未曾知会包大人，冒昧来访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晚辈2字，包拯不敢当。小侯爷乃是皇家血印，天皇贵胄。晚辈虽然姓赵，但论年龄辈分确实晚辈，还请包大人千万不要客套。如此一来，包拯就受之有愧了。这位想必就是鼎鼎大名的公孙先生了。不敢当，学生公孙策见过小侯爷。小侯爷，请坐。包大人请。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想必包大人已经知道晚辈的来意。包拯并不确知，还请小侯爷明示。今日上午，晚辈拜见了八王爷。八王爷乃是晚辈的堂叔，想必包大人清楚吧？小侯爷乃是皇亲，包拯当然明白。然而，小王爷望驾本府，莫非是奉了八王爷之命不成？奉命倒不是，只是承蒙八王爷一点指点。包大人大公无私，断案如神，
晚辈蒙受不白之冤，唯有向包大人申告，才能还我清白。但不知小侯爷受何不白之冤，又要状告何人呢？一是亲命要犯锦毛鼠白玉堂，二是草民百姓方素心。小侯爷告他二人何罪呀？白玉堂污蔑晚辈欺负百姓，有辱皇家威仪，挟持晚辈以生命要挟，甚至想手刃晚辈，足见其凶残其性，狠毒其心。晚辈想向包大人申告，将白玉堂严正典刑。哦，居然有这等形式，那又告那方素心何罪呢？方素心假借名目谎造身份，居然以骗婚之名行谋刺之实。幸亏晚辈托皇家洪福祖印庇佑，幸免于此。此女目前正与白玉堂勾结串联，互为狼狈，还请包大人为晚辈做主。如此说来，的确是胆大包天，胡作妄为。然而，包拯却有一点不明白。包大人有何不明白？那白玉堂与小侯爷何仇何怨，想要置小侯爷于死地？那女子方素心又何以会谎造身份，以骗婚之名而欲行刺于小侯爷呢？其中曲折说来话长，晚辈深知包大人公务缠身，寸阴如金，特地准备了一份状子，还请包大人细细过目。小侯爷果然是有备而来，但不知诉状何在？请。待本府细细详读之后，必定严查严办。届时，只怕还得有劳小侯爷亲临本府公堂，以为人证。包大人放心，晚辈一定到场，不敢多有打搅，请恕晚辈告辞。包拯恭送小侯爷。包大人请留步。小侯爷好走，改日公堂上见。想不到年纪轻轻，居然是个狠角色。不过，其心虚者，其情必交；其理亏者，其言必夸。小侯爷已经露出狐狸尾巴了。公孙先生真是一语中的。那小侯爷赵世俊，聪明狡猾，兼而有之，能屈能伸，不是一般的皇亲国戚所能及呀。可惜呀，可惜呀。小侯爷回来了。是。看小侯爷的模样，神采奕奕的，像是此行十分顺利吧？不错。没想到名满天下的包拯也不过如此，见到我也十分的恭谨客气，一点官架都没有。哼，那可不，因为小侯爷的身份地位不同嘛。这么说来，这场官司赢定了？当然，我有90%把握。可却为何只有90%？方素心告我迷奸他姐姐，这件事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？没有了。到了堂上，你总不会出卖我吧？小侯爷是在折损小的，就算掉了脑袋，我邢三还是对小侯爷忠心耿耿。
另外，方素仙告我毁她容貌，酷虐于她。当时她是被蒙着眼睛的，凭什么指认是我？那是，如果他胡乱指认的话，那就是贪污。如此说来，再加上老侯爷和八王爷做后台，那包拯虽然铁面无私，但也断不了小侯爷的罪。不，我们还忽略了一点，所以说只能有90%把握。那小侯爷的意思是？你忘记了一个关键人物，丰德县的县令朱文仪。当初我嫌方父纠缠不休，怕他层层上告没完没了，所以的确是我让朱某人将方父活活打死的。那朱县令可是咱们自己人呐！什么自己人？人心隔肚皮。他想升官想发财才来巴结我。万一包拯真找他前来作证，以他的势利眼，只怕会有变数。这一点，小的倒觉得小侯爷无需过虑。怎么说？一来，那朱某人拿过咱们不少好处；这二来嘛，千里为官只为财。正所谓3年清知府，10万雪花银。他是个肯收钱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如又以重利，他必定收下。他收了，那就是贪渎纳贿。就这一点，他在包拯面前也担当不起吧？你所说的重利是给多少？他的月俸是20贯，也就是20两银子。他1年的俸禄也不过是240两。咱们许他2万两银子，将近于他10年的俸禄。以他那种人，会不动心吗？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处理。我给你写张字据，你立刻赶回侯府去找账房，把这件事小心谨慎的办妥了它。是。还有一件事想禀告小侯爷。说吧。那崂山4煞今生恶煞和毒煞，已追随小侯爷来到开封府了。他们还有脸来见我？当时吴蜀人多，所以他们才落败。如今重回到小侯爷身边，倒也有请罪之意，就请小侯爷莫计前嫌了吧。哼，我看他们也没什么本事，只是浪得虚名的朽木而已。小侯爷，就算是朽木，也有可用之时啊。比方说，天儿冷了，朽木可以烧火御寒，您说是不是？邢师爷的意思，还是想让我收留他们？有胜于无，多2个帮手，终归会有用的。好，人呢？他们不好意思直接来见，让我先禀告一声。他们人安顿在后院的客房里。你先把正事儿给我办好了吧。至于他们，等我心情好了再说。是。外面守卫森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老办法，翻墙啊！对，我差点忘记你的外号是锦毛鼠。哼，你就算是只猫，不也经常翻墙钻洞吗？啊？不管你是翻墙还是钻洞，你毕竟来了。怎么？难道你一直担心我不会来？詹某不敢自称是你的知音，但是我们相识多年，一诺千金，死而无悔这8个字，詹某绝对是信得过你的。不错，一诺千金，死而无悔。
我白玉堂明知道擅闯皇宫大内，擅入藏宝阁，又在上面胡乱题诗，如此重罪，就算是包黑子不铡我，皇帝也饶不了我的死罪。不过我既然来了，就死而无悔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固然没错，可是事情未必像你想象的那么悲观。人活在世上，本来就有生死，只不过是早晚不同而已。你又何必是猫哭耗子假慈悲，故意来劝慰我呢？展昭，你为何感叹？白玉堂，你我之间似乎永远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，解不开的余量情结。谁又是鱼，谁又是亮呢？展昭，我这次来开封府，既不是想跟你叙旧，也不是想跟你论交情。我何时能见包大人？随时。禀大人，白玉堂到。草民白玉堂叩见包大人。白玉堂，自从太岁庄一案之后，本府与你已许久未见。不过，本府却得知，你的行事为人依然是孤芳自赏、桀骜不驯呐。草民的个性，恐怕这辈子都改不了了。正所谓，狼走天边吃肉，狗到天边吃屎。本府面前说话不可如此轻佻，你这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多谢包大人指正。你到开封府来，所谓何事？前来投案。你可知犯下何案？草民自然知道，否则又何必前来投案认罪呢？认罪？你可是心甘情愿的认罪了？大丈夫顶天立地，自知犯罪，又岂有不认之理？很好。那么藏宝阁盗宝一案，你可也认了？此案草民不认，也不能认。为何不能？藏宝阁内珍藏何止万千，可是他们在草民眼中全部都是身外之物，不屑一顾。草民既然未取走藏宝阁内半件珍藏，无辜之罪，草民如何能认？此话当真？草民这一生，可能正如包大人所谓，孤芳自赏，桀骜不驯。可是草民确认，这辈子从未讲过半句狂语谎言。你的话并非本府不信，然而盗宝一案兹事体大，本府已有证物在手，正在仔细查明。一旦真相大白，本府自会上奏皇上，请皇上圣裁。反正一切都由包大人做主。除此之外，安国小侯爷赵世俊也曾向本府递状申告于你。他能告我什么？告你污蔑挟持，以生死相要挟，想要置他于死地。他是死有余辜。住口！他乃是皇家血印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岂可信口胡言？那就算草民失言了。不过草民也正要状告于他。你告他何罪？草民已请人写好状子，敬请包大人过目。呈上来。大人，既然两造双方皆有诉状在此，待本府细细审阅之后，自会择日升堂，秉公处断。白玉堂，草民在。你替那方素心出头，你与他有何关系？是何渊源？既无关系，也无渊源，只不过是路见不平，不忍袖手旁观而已。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。包大人如果没有其他吩咐，草民先行告退了。
办呢？四哥，你不要在那里啊走来走去的了，而且嘴里面不停的念经。我念什么经了？只不过我心里直犯嘀咕。犯什么嘀咕啊？照你刚才的说法，这一回包黑子势必要定你的罪。一旦定罪，不是杀头就是坐牢，不管是哪样，你都心甘，你都情愿。这次既然是我心甘情愿来领罪的，那么我一定会心甘情愿的去领受。可是我不啊，我相信大哥、二哥、三哥跟我的想法都一样。四哥，我知道你们四位兄长爱护我、怜惜我，不过咱们大哥不也经常说，男子汉大丈夫就要顶天立地、坦荡磊落。这次既然是我犯错在先，如今面对现实，就得认命。反正啊，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难道四哥想让我做缩头乌龟，亡命天涯不成？你当然不是这种人，可是，四哥，不说了。可是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托付于你。你要托我什么？尽管说吧。四哥，一旦我被定罪，我就不能继续为方姑娘在公堂上出头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希望四哥无论如何要全力以赴，为方姑娘全家报仇雪恨。这话还用你说？万一你被定罪，只怕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都会赶到开封府来找包黑子理论的。哎，四哥，你去哪儿？找展昭，我跟他也算有交情，我找上门去逼他想想办法。他可是包黑子身边的红人，一定会有法子的。哎，四哥，万万不可！为何不可？因为展昭已经尽了全力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亲口告诉你的吗？四哥，有些事要讲得清楚明白，但有些事却只能默契于心。虽然在江湖上戏称猫鼠势不两立，不过在我心里却十分清楚，展昭这只猫却一直在帮助我这只鼠。赵世俊，那白玉堂与方素心状告于你，说你依仗权势欺压百姓，方家一门因你而家破人亡，那方素心被你毁容糟蹋，这些罪名你可承认？哼，根本没有这些罪名，让晚辈如何认罪？更何况包大人有错在先，明显不公，这件案子不宜再审下去。本府错在何处？有何不公？那白玉堂干犯恭敬，私闯藏宝阁，甚至有盗宝之嫌，如此重罪，连杀头的份儿都有。包大人为何不先追究，
将他判刑，反而先问晚辈这则子虚乌有的罪名。此案彼案互不相干，自当泾渭分明，分别处理。就算互不相干，也有重罪轻罪之分；就算泾渭分明，也有先后缓急之别。更何况，白玉堂是皇上亲自下旨捉拿的亲命要犯，包大人不先审他断他，判他应有之罪，岂不有违旨包庇之嫌？这让晚辈如何心服？亲命要犯来到开封府，人人却视若无睹。名满天下的御猫展昭，几度任由他来去自由，为所欲为。铁面无私的包大人，在开封府公堂上待他有如上宾。请问包大人，如何做法才能招大功于升斗小民，招大信于天下苍生？莫以为身为皇亲，就可以在开封府公堂之上无礼咆哮，对包大人不恭不敬。展护卫，你自命为侠义中人，究竟是我无礼，还是包大人审案不公，包庇白玉堂？你展护卫，展护卫，大人，夜深人静，展护卫独自一人在此徘徊思索，莫非是遇见了什么难解之题呀？是。既有难题，为何不与本府谈呐？属下怕会让大人为难。只要在情在理，又有何为难之处啊？属下原本出身于草泽布衣，也曾仗剑千里，快意恩仇，历经各种江湖诡谲，人性狡诈。大人，请恕属下直言。在本府面前，展护卫有什么话不能说呢？小侯爷赵世俊虽然身为皇亲，本是金枝玉叶，却好跟江湖人物勾结为伍，沆瀣一气。其行性为人，已经跟江湖人物相去不远。这一点本府已然明白。展护卫究竟想说些什么？属下担心，白玉堂重罪在身，用江湖术语来说，就是黑人。在他还没有洗清之前，就公然替方素心出头，小侯爷必定会全力反驳。一旦在公堂上出言无状，言辞犀利尖锐，只怕反而令大人到时难堪。没想到展护卫思虑如此周全，本府明白了，是有轻重缓急。本府势必要先了却白玉堂身上所涉之案，然后借力使力，抽丝剥茧，方能使得全案真相大白。大人果然明鉴。公孙先生有何看法？展护卫的顾虑一针见血，可见虽有猫鼠之争，可这展护卫对白玉堂却是惺惺相惜，才会为白玉堂借楚代仇，彻夜难眠。
本府也察觉他二人的确有心息之情，然而单凭展护卫一个人，恐怕有心而无力呀。大人说的是，这个问题就算是八王爷能够证明盗宝一案确系监守自盗，那白玉堂干犯宫禁，私闯藏宝阁，并在墙上胡乱题字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所以要将其洗脱，谈何容易？这也正是本府烦恼之处。大人，学生有一策，不知是否可行？不管是否可行，公孙先生但说无妨。那白玉堂一生孤芳自赏，自命不凡，若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，他绝不会心甘情愿来这开封府投案。不知大人以为然否？不错。既然如此，是生是死，想必那白玉堂都已经置之于度外。大人可否说服白玉堂冒险一试，用苦肉之计，火中取栗？或许那白玉堂能置死地而后生。公孙先生的意思是将这难题交由皇上圣裁。学生正是此意。公孙先生倒是提醒了本府，当初案发之时，皇上曾面谕本府，一旦将那白玉堂递补归案，皇上也想亲眼看看。有此圣谕，岂不是更好的台阶？当今皇上仁爱之心是天下皆知，再加上大人与展护卫从旁缓颊，皇上一念之仁，兴许那白玉堂侥幸能获得一线生机呀。我等商议只是一厢情愿，一旦面圣，非生即死。但不知那白玉堂可愿作此豪赌啊？那白玉堂自命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，学生大胆断言，那白玉堂他会看。禀大人，八王爷驾到。八王爷枉驾开封府，包拯未曾原因，还请八王爷恕罪。哎，包大人，本王乃是冒昧来访，包大人你何罪之有嘛？八王爷请啊，进。请。啊，包大人坐。包大人，那盗宝一案，本王已略查出端倪。此事乃与前藏宝阁总管太监秦通有关呢。据说安国老侯爷曾对他有救命之恩，秦通在盗宝之后又假借名义，他呢以古董字画报恩于老侯爷。此事在内监宦官之间颇有偶语啊。包拯曾听说，老侯爷一生恬淡，除了收集一些古董字画之外，对于名利二字却是毫无兴趣的。正是，所以本王这次想带着赵胜珠去一趟丰德县侯爷府。这一来呀，我也想见见这位多年未见的堂兄；二来嘛，也可以当面和他证实，看看是否确有此事。只是如此一来，舟车劳顿，跋山涉水，只怕苦了八王爷。不如若是与你同行，途中有伴儿，那辛苦的也就不是本王一个人了。若能与八王爷同行，乃是包拯的福分啊！更能托八王爷的鸿福，
得以见那包拯久仰大名的安国老侯爷啊！可以给我看一看嘞，看一看啊！哎，这只云纹玄玉钵怎么跟我收藏的一模一样呢？里面装的该不是……你别着急，继续看下去。老哥，这颗珠子想必你认识吧？当然认识啊，这分明是赵圣珠嘛！哎，老八，想不到你居然也有一颗呀！嗨，我哪会收藏这个呀？这颗稀世之珍的赵圣珠，原本就是你所收藏的那颗啊。那怎么又跑到你那儿去了呢？这事儿十分的复杂。简单的说吧，就是小侯爷送给展昭、展护卫的礼物啊！那个小兔崽子瞒着我，把这样的宝贝送给人家。五哥，您暂且息怒，整件事情十分复杂。我先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快问啊！五哥啊，我知道你一向淡泊名利，只爱好收藏古董字画。我说的没错。没错，我这辈子唯一只有这个癖好。那我说出几样古董来，看看五哥你也是否收藏着。哪几样？簪花珍珠地金盘，算是宝物一件吧？哎，听到过，不过我倒没有。那汉玉镂金双麒麟，五哥你……嘿，这个宝贝我倒有收藏啊。那么，那晋朝王献之的书法《中秋帖》，五哥你也一定收藏着吧？没错呀，《中秋帖》的名声啊，不输给他老子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。哎，我可是爱不释手啊。那么，唐代画马名家韩干的《神骏图》，五哥你也收藏着？你怎么都知道啊？奇怪呀，你何时居然也有了这种雅兴？并非我有此雅兴，此乃是身不由己呀。什么叫身不由己？老爸，你究竟怎么回事啊？千里迢迢跑来，就是为了问我这个？正是为此而来。不过，五哥，我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想问你啊。关键问题？你可知道你的这些宝藏的出处吗？怎么？莫非你认为我的藏宝来路不明？五哥呀，你我兄弟一场，我也就实不敢相瞒。你所收藏的这些个宝物，都是皇宫大内藏宝阁的珍品啊！藏宝阁被盗，圣上震怒，他下旨要我严厉的查处。皇宫居然被盗宝，可我这些藏宝的来路，全都是有脉络可循的。难怪呀，铁面无私的包大人跟你联袂而来。莫非包大人是想将我送将开封府纠办不成？老侯爷言重了，包拯万万不敢。包大人他不敢，
本王却不得不照章行事啊。五哥啊，看样子不得不要您辛苦一趟进京面圣，把这宝藏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啊。于公朕是皇帝，你是侯爵；于私，你却是朕的堂叔。此刻不在大殿之上，朕不妨还是称你一声五叔吧。老臣不敢当，老臣万万不敢当，请皇上收回圣命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还是叫你一声安国侯，免得你于心不安。起来说话。谢皇上恩典。照你刚才的说法，那些宫里的珍宝都是由前任总管太监秦通坚守自盗，而后为报答你对他的救命之恩，送到侯府来孝敬你的。是，老臣不敢有半句假话。而且秦通每次送古董字画上门，都巧立名目，老臣也不愿意占一个太监的便宜，因此往往赐以重金，就当购买一方才问心无愧呀。你性格耿介，朕是知道的。可是当时你可知道，这些都是宫里的珍藏？回皇上，老臣未曾去过藏宝阁，更没有那份荣宠去观赏藏宝阁内的珍品，所以并无所知啊。禀皇上，据臣所知，安国老侯爷一向恬淡，若非有旨意征召，他连进宫的机会也很少，因此此话不假呀。包拯，臣在。你怎么说？臣启皇上，安国老侯爷告老退隐之时，臣已在朝中效力。臣也久已仰慕老侯爷清廉耿介、恬淡自甘，适才老侯爷所言，应属实情。既然你们两个都这么说，朕就相信了。所谓不知者不罪，安国侯，老臣在。现在看来，这宗盗宝一案总算找出了来龙去脉，其主谋就是那个前任总管太监秦通。朕恕你无罪。老臣叩谢皇上天恩。既然无罪，无需叩谢。五叔，请起吧。谢皇上。至于那秦通，虽然已告老还乡，可是他在职之时坚守自盗，欺君罔上，简直是罪大恶极。包拯，臣在。秦通之罪应如何判断？所失宝物又该如何设法取回？这些朕都交给你全权处理。臣遵旨。好了，退下吧。启奏皇上，臣还有下情上奏。说吧。那白玉堂干犯恭敬，私闯藏宝阁，胡乱题诗，固然是罪有应得。然而，如今已然查出那盗宝之人就是前任总管太监，坚守自盗。所谓泾渭分明，盗宝之罪，臣恳请皇上恩旨特赦，让白玉堂昭雪于世。包拯说的也有道理。盗宝之罪与白玉堂无关，但是干犯恭进，硬闯藏宝阁，藐视朝廷王法，有辱皇家威仪，如此重罪，应该严加纠办。臣明白。如今的白玉堂是否缉拿归案了？白玉堂毅然认罪，主动前来投案，正以戴罪之身，静候审断定罪。哦，他居然自动投案。他现在何处？就在开封。此人无法无天，狂妄之极。朕还记得
当初犯案之时，曾经说过，一旦到案，朕要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。皇上圣明，臣愚见，草泽之人难登大雅之堂，更何况白玉堂乃是戴罪之身，若是进宫面圣，只怕……八王爷多虑了。那白玉堂虽是戴罪之身，但尚未审断论罪呀。以他所犯之罪，没有大辟之刑，最起码也有20年的苦劳。包拯，你执法多年，难道这也要朕提醒于你吗？依罪论罪固然如此，然而那白玉堂虽然是戴罪之身，却颇负侠肝义胆。皇上何不召他觐见之后，再依法论罪也还不迟。朕听你的口气，好像对那白玉堂颇有好感。皇上圣明。皇上，那白玉堂多年浪迹江湖，若是畏罪怕死，早已潜逃无踪，又何须前来投案？既来投案，即使不是死罪，也难逃牢狱之灾。他却坦然面对，足见光明磊落。倘若皇上小以大义，在圣德感召之下，或可为朝廷得以可用之人。何谓可用之人？包拯，这只是你为白玉堂晚霞的臆断之词。臣不敢。皇上精明仁慈，爱民如子，故而臣斗胆上奏。倘若臣有失言失仪之处，还请皇上责罚。朕固然爱民如子，但也不能包容像白玉堂这样，视皇宫大内如坦途，将朝廷威仪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包拯，你可明白？臣明白。以白玉堂之罪，朕却要召见他，只因对他好奇而已，绝无半点同情怜悯之心。尔等切莫误会，明白吗？臣等明白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